有人说肖战《藏海传》最近17到20集有点注水了，我看这些人是想多了，大概率压根没看懂吧。在我看来，近期的17到20集恰恰将人物之间的心理博弈演绎得让人惊心动魄。真正用心看过去了，就明白哪一个不是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看完的。总有人举着倍数看剧的标尺丈量权谋，打戏不够就是注水，台词太多就是拖沓。可真正的博弈从来不在血流成河的战场，而在推杯换盏时眼风交错的毫厘之间。那种每集打打杀杀的短剧爽剧模式，根本就匹配不上《藏海传》全模剧的高级感吧。就比如我刚看完更新的19、20集，藏海为了查清第三重的真实面目，不惜铤而走险，以深度级去亲近永隆王爷。你听酒杯碰撞的脆响里藏着刀剑出鞘的冷光，嘴角上扬的弧度后压着雷霆万钧的杀机，那秒瞳孔的地震，喉结的微颤，比任何一场厮杀都让人脊背发凉吧。居然还有人说是注水，我看这些人估计是欣赏不了这高级的文戏吧。我建议这些人应该重看20集，当有人将阴兵的帽子献给王爷时，藏海顺势而起，抛砖引玉，试图找到魁喜的下落时，惊讶地发现王爷居然马上能脱口而出。此刻肖战将藏海从惊骇到镇定再到试探的微表情，完成了3重时空的穿越。所以我说《藏海传》你得细品，每个镜头都藏着故事啊。你会发现看似波澜不惊的剧情推进，每个镜头都在为接下来的解密编织了天罗地网。而20集结尾，当藏海深陷困局，六叔师傅的闪现让他脱离险境，也暴露出了藏海在复仇路上过于心急而隐藏着危机。比如在马上到来的第21集预告里，藏海被曹公公逼入绝境，那些曾经嫌节奏慢的人终将明白，所有蛰伏的暗涌都是为了把观众拽进那个呼吸稍重就会满盘皆输的窒息棋局。毕竟能让人心跳失速的从来不只是刀光，还有黑暗中突然响起的落子声。今天的第18集让我深刻的明白了为什么在杀青的时候，肖战会对智奴说祝他以后都能睡一个好觉。其实在1到4集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藏海杀死的第一个人其实就是智奴，而今天的第18集告诉我错的到底有多离谱。智奴从来都没有死，只是藏海把他埋得太深太深了，其他人都看不见。说实话，如果完全泯灭人性，成为一个复仇的工具的话，或许没有那么多翻涌上来的痛苦。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藏海的心中，他的内心底还住着智奴，即使这样，他每天都好像是生活在炼狱当中，无穷无尽，不得解脱。但是他依旧保持着智奴他应该有的从父母那惩治出来的善良，所以当他的仇恨才得以缓解的那一刻，他才会出现少年应该有的对于生活的美好生活的那么一丝丝向往。人的天性其实就会是自然的去追求幸福和快乐，好好生活。但是我们会发现，当智奴成为藏海之后，他没有办法去表露自己刻骨的恨意，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享受生活的美好。他非人的自控的让自己成为这条复仇路上的一个入局者，即使他每天都生活在无尽的炼狱当中，但是依旧他还要保存着内心的那个智奴，因为这个智奴不光有着他父母传给他的那种与人为善、与万物为善的那种善良秉性，同时身上也有着没有办法去磨灭的滔天的一个恨意，而这个恨意又是他复仇路上最好的一个动能。所以智奴从来就不是被他杀死了，而是被他藏了起来。但是也因为他藏起了智奴，所以他每天都像在炼狱当中，像我视频开头说的，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我从来没有这么的想要一个复仇的人能够获取快乐。今天晚上高明为了让他重新去坚定自己的一个心，把他带回蒯家的烧掉的遗址那一刻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恨死了高明。但是我又知道藏海他必须要经历这一遭，因为他这条复仇之路他是势必要走完的，否则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其二，香老板其实跟藏海身边的很多人一样，对他有真心，但是那个真心只有几分。他虽然对藏海有着我们说男女之间的那么一丝好感，但是更多的还是利用。
平津侯能够发现藏海的一个堪舆之能，那香老板他其实也是知道的。香老板本来就是东夏送到大庸来的质子，连大庸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得到的魁喜，难道不是东夏郡主他一直也想要得到的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现在目前表面上的温情所欺骗到。在我看来，目前为止，他对藏海更多的也就是利益的一个交换。就好像陆初师傅说的，藏海的那门课他只及格了一半。目前的他只会用痛苦来压制自己的情感，还没有办法去真的面对真心换真心。所以此时的这种情谊，我不予任何指挥。而今天蒯家遗址上的这一场戏，肖战真的封神了，隔着屏幕我都能够被他扑面而来的那种悲怆感给直击内心。我仿佛能够听到他体内的那个小小的稚子在哭：爹娘，你们在哪？我真的好害怕。爹娘，能不能不要抛下我？爹娘，你们能不能不要死？妹妹，我原谅你了。对不起，狗生，我如果不摔那一跤，是不是你就不会替我去死了？爹娘，我要怎么做才能为你们复仇呢？就是一个演员真的完全能够共情他当下的一个感受，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演技跟实力。肖战在《藏海传》当中用自己的实力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所有人，他现在称得上演员这一个称号。然后就是在平津侯的密室，在他父母的人皮偶的面前，当平津侯拿出那条铜鱼，得意的跟他讲述自己当年的差一点就要获得的那个功绩的时候，去说自己的一个惋惜之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面无表情说出那是他的命，敢拿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那一刻他的心估计都被自己碾碎了，所有的骨血都得往肚子里咽。我不敢想象当时的藏海他到底是如何克制的，这条复仇之路上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经常调侃他嘛，烂命一条就是干，但是实际上不就是因为他除了这条命一无所有了吗？没有人总是愿意卑躬屈膝的放低自己的尊严下跪去讨好，更何况那个人还是他家的灭门仇人。我不知道藏海他的内心到底要多隐忍，我总感觉他眼里流过的从来都不是泪，而是血，伤口里流的都不是血，而是恨。我记得六叔曾经问他，你现在还能清晰的记得自己父母的样子吗？我本来以为他忘了，但是今天晚上我明明白白的知道父母的样子深深的烙在了他的心上，这一辈子都不会磨灭掉的。他的仇恨在心底，痛苦也在心底，唯一的交心应该就是跟香案图的那句玩笑。他找不到他的家人，所以眼泪都留在心里。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其实都是煎熬，但是最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未被仇恨所蒙蔽双眼。他在当上青天剑剑阵的时候，依旧想要还这个世道一片海晏和亲。他细数着贪官的罪状，讲述着他们对于平民的迫害。我们观众看到了藏海的苦，而藏海他看到了众生的苦。就这样的一个人，我想也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能跨越千年，还能给吴邪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我想学艺的10年间，他每一夜每一夜的梦境都是那一场永远都烧不完的大火。他所有的亲人都葬在了火海里面，其实也有他之怒。而如今我想他的梦中更是多了母亲和父亲做的人皮俑，是一声声的诘问，为什么还没有复仇？这10年的每一秒都是折磨。藏海其实早就疯了，他现在就是我们所有观众嘴中说的那一个平静的疯子，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疯子，他的心底还藏着大爱。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能被肖战演绎的这么的贴切灵动，仿若这个人就在这个世上存在过，怎么样不算是我们观众的一次福报呢？所以藏海传你就是值得这个报字的。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今天这个视频的语无伦次，因为这2集给我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我真的太心疼智奴了，我也太心疼藏海了。师傅他们曾经想要让藏海杀了智奴，而如今当他们看到藏海逐渐变好的时候，他们又让智奴出来要杀了藏海。我只能说
你们对他的利用真的是都放到了明面上了。而我又同时对于肖战的演技真的是大为赞叹，他真的是进步太大了，我真的都觉得我不需要再去夸了，就是放在明面上的演技，他就是演员，不再是偶像。